坐上出国的飞机，就收到学霸女友给我发来的消息。青岩初次坐飞机，紧张的发抖。我刚把他哄睡着。你收拾好去清大的行李了吗？怎么不回消息？我没理会，把手机吸屏闭眼夹内。没过多久，手机狂响。你人呢？伯父伯母为什么说你不在家？接电话。顾岩再不接电话，我们就分手。无数条消息和电话石沉大海后，他点开手机查询清大新生的入学名单，却愕然发现上面没有我的名字。他封了班，给所有认识我的人打电话，却只得到一句顾岩已经出国留学了。他说此生不想与你再有瓜葛。他瘫倒在头等舱真皮沙发上，看着身旁的贫困生，心头涌起巨大的恐慌。他这才想起他考上高考状元时，清大为了留他，额外给他增加了一个情侣名额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把那个名额给我，但最后得到情侣名额的却是贫困转校生陆青岩。事后还哄着我解释：阿岩，陆青岩家里穷，如果不上名校，就要被逼着回去种地。他比你更需要这个名额，你成绩也不错，可以填清大附近其他大学，到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。他考虑好了所有，却不知道就在志愿填报通道关闭前的最后一刻，陆青岩偷偷登录了我的账号，将我的志愿篡改成千里之外的一所大专院校——清大梦碎。大专更非所愿，既然他的爱已经不再纯粹，那我宁愿选择放手。顾府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：阿岩，国外那边的学校我们已经申请好了，开学就可以直接过去。不过你真的想好要出国留学了吗？乔伊从小就黏着你，现在你们一个在清大，一个在国外，异地恋可不容易。我握着手机轻声对电话那头说：不是异地恋，爸，我们现在的轨迹不同，这桩娃娃亲还是退掉吧。顾父诧异地问：你认真的？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随后叹了口气：也好，你年纪还小，日后还会遇到很多人。那等你出国，我们就去乔家退亲。退掉什么？一道清脆的女声突然从身后传来，我回头看见乔伊不知何时推开了别墅大门，正站在玄关处。我挂断电话，语气轻描淡写：没什么。乔伊也没多问，笑着走过来，将一套西装递给我。阿岩，快换好衣服，一会儿一起去谢师宴。我上楼换好西装，下楼时却发现陆青岩已经坐在乔伊的车里。顾岩，陆青岩不自然地打招呼，最刺眼的是他穿的西服和我是同系列的，只是颜色不同。乔伊走过来解释：给你买西服的时候想到陆青岩应该没西服穿，就顺手给他买了件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到了酒店，陆青岩一如既往地表现得自卑怯懦，乔伊全程围着他转，给他夹菜倒饮料，甚至在他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眼睛一亮时，也跟着宠溺地笑起来。那笑容刺得我心口发疼。吃过饭，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前几轮都是乔伊输。第一个惩罚是看他手机置顶，阿岩2个字赫然在目，后面还跟着一颗红心。第二个惩罚是看他相册，满屏都是我的照片，我趴在课桌上睡觉的侧脸，我在操场跑步时飞扬的发梢，我捧着奶茶时满足的笑颜。第三个惩罚是看备忘录，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我的喜好，甚至还有我生气时要先反省自己的态度这样的恋爱攻略。这也太甜了吧！女生们羡慕的直跺脚。不过你们不在一个大学，顾岩又这么帅气，万一被人拐跑怎么办？乔伊笑得胸有成竹。谁敢拐我的人？而且我已经帮阿岩报了清大附近的大学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对不对，阿岩？我嘴角勾起一抹苦笑，抬眸看向角落里的陆青岩。男人此时脸色瞬间煞白。我刚要开口，下一轮游戏心神不宁的陆青岩就输了。惩罚是亲吻左边的女生。不幸的是，左边坐着的是班上出了名脾气暴躁的女生。陆青岩脸色瞬间凝固住，小声问：能不能换一个惩罚？但被众人否决。不行，必须亲。陆青岩闭上眼睛，颤抖着凑过去。就在快要碰到时，乔伊突然起身扯开那个女生，自己吻上了陆青岩。他低声提醒：呼吸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我感觉心脏被狠狠攥紧，疼得我几乎窒息。一吻结束，陆青岩脸红得发烫。乔伊这才解释：我突然想起来，这是我之前的位置，陆青岩左边的人是我。好了，惩罚结束。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，所有人都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怜悯和尴尬。我不想被围观，想到宴会也快结束了，便起身告辞。刚走出酒店，乔伊就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腕。对不起，阿岩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想笑，声音里带着罕见的慌乱。陆青岩不想亲那个人，我只是帮他解围，一个吻而已，代表不了什么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没生气。我微笑着抽回手，一字一句道：以后你想怎么亲他就怎么亲，想亲多久就亲多久，和我都没关系。乔伊愣住了，脸色瞬间惨白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平静地看着乔伊，我刚要开口提分手，陆青岩就紧跟着追了出来，声音颤抖：顾岩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对。男孩不停地鞠躬道歉，单薄的身影在夜风中微微发抖，那副卑微的样子仿佛我是个恶人。你不要和乔依依生气，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乔伊连忙扶住他：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已经跟阿岩解释过了，他不会生气的。我笑了，顺着他的话点头：对，我没生气。陆青岩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怯怯地说：那我先走了。乔伊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等等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回家不方便我送你？陆青岩眼睛一亮，又故作犹豫地看向我：可是顾岩呢？我们不是同一个方向。你不用管他。乔伊语气自然：等会儿他家司机会来接他的。说完，他拉着陆青岩上了车。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。他忘了我的司机家里有事，请了好几天的假。
雨点开始砸下来，我站在酒店门口等了很久都没打到车，最终我只能冒雨走回去。夜太黑，路太滑，我半路被一辆电动车撞倒，膝盖重重磕在地上，血混着雨水流下来。肇事者头也不回地逃走，我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。3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到家，我忍着疼给自己消毒包扎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乔依依发来的消息。到家了吗？我不想回复，直接关机。洗完澡后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门铃响个不停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开门，乔依依站在门外一脸焦急。你到家了？昨天怎么不回我信息？我转身往里走，受伤了睡得早没看见。乔依依这才注意到我腿上的伤，眉头瞬间皱起。这是怎么弄的？司机请假，走回来的路上被电动车撞了。乔依依一怔，这才想起来我家司机请假的事，愧疚感涌上来。阿言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抬眸看他，如果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会回来接我吗？当然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如果正好撞上陆清言也出了什么事呢？你的第一选择还是我吗？乔依依顿了1秒，还是点头。当然。我扯了扯唇，没再说话。乔依依突然开口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。阿言，我们去海洋乐园吧。我摇头，不想去了。票我都买好了。他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手，指腹轻轻摩挲我的手腕，像是从前哄我时那样。走吧，你不是很想去看虎鲸表演吗？我被他半哄半拽地带上车，可车门一开，我才发现陆清言也在后座。顾言，陆清言尴尬地和我打招呼，手指不安地搅着衣角，像是生怕我不高兴。乔依依下意识挡在陆清言面前解释道，我看到他朋友圈说也想来玩，就一起叫上了。我看着他护在陆清言身前的动作，突然觉得荒唐又可笑。我最终什么都没说，沉默地坐进副驾驶。一整天，乔依依都以陆清言没玩过这些为由，带他去体验各种项目。他陪他坐旋转木马，替他系安全带，甚至在他紧张时握住他的手。我像个透明人，沉默地跟在他们身后。最后我们去看了虎鲸表演，主持人随机抽选观众互动，本来抽中的是乔依依和我，可陆清言眼巴巴地看着，乔依依便低头哄我。阿言，陆清言第一次来，让他体验一下好不好？我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乔依依和陆清言上了台，其中一个互动环节是虎鲸从水中跃起时，两人要在最高点接吻拍照留念。主持人刚说完，陆清言就红了脸，观众席一片起哄声。乔依依看了他一眼，没再犹豫，直接抚住他的后脑吻了上去，哇，全场沸腾。我坐在台下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，疼得我几乎窒息。表演结束后，乔依依想解释，我却打断她。我知道你是不想耽误大家时间。乔依依愣住了，心里突然涌上一阵前所未有的慌乱。傍晚，我们一起去中心楼梯等闭园烟花，可意外发生了。最近的烟花突然爆炸，火花四溅，人群瞬间混乱，推搡间我被挤得踉跄几步，眼看就要从楼梯上滚下去。乔依依下意识要去拉我，可身后传来陆清言惊恐的尖叫声。依依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最终毫不犹豫地转身朝陆清言跑去。我看着他决绝离开的背影，心脏像是被撕裂一般，整个人重重摔下楼梯，还被慌乱的人群踩了好几脚。等乔依依护着陆清言回来时，我已经满身是伤，膝盖和手臂上全是淤青和擦伤。阿言，乔依依心疼的想要扶起我，我避开她的手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我没事，你送陆清言回去吧。乔依依怎么可能放心？她让陆清言自己打车执意送我去医院。检查后和医生说，我可能有脑震荡，需要住院观察。乔依依寸步不离的守着我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可刚办完住院手续，陆清言的电话就打来了。依依，我家断电断水了。乔依依皱眉犹豫的看向我，我平静的说，你去吧。阿言，我没事，有护工在。乔依依最终还是站起身，我很快回来。她急匆匆离开，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突然叫住她，乔依依。乔依依回头，怎么了？有一瞬间我只想问她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可话到嘴边我又觉得没意义了。没什么，你走吧。她喜不喜欢我都不在意了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，这3天里，我刷到了陆清言的17条朋友圈。乔依依带我去吃火锅了。乔依依纤长白皙的手指正往她碗里夹肥牛。第一次去蹦极，好紧张。乔依依站在高台温柔地看着她，眼神像极了当年看我的样子。乔依依说我感冒了，要好好照顾我。乔依依坐在病床边，用勺子轻轻搅动热粥。我平静地划过去，大概是疼的次数太多，心脏已经麻木了。出院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父母虽然在外出差，但依旧派人精心布置了宴会。我穿着高定西服站在门口迎客，远远就看见乔依依带着陆清言走来。她跟陆清言说了什么，把他安顿在角落的沙发上，然后朝我走来。阿言，她眼睛亮亮的，你今天很帅。她说着就要牵我的手，我侧身躲开。乔依依愣了一下，怎么了？还在生气？你是大少爷，受伤了肯定有人管，但陆清言不一样，他只有我。我打断她，我没生气。乔依依松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是你最喜欢的那款。我看都没看就随手放在一边。乔依依的表情僵住了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她声音有些发抖。你要是生气就说出来，别这么对我，我很难受。我刚要开口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碎裂声，紧接着是宾客的尖叫声。我快步走过去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呼吸一滞。精心布置的3层礼物塔轰然倒塌，昂贵的礼物散落一地，香槟塔碎成无数晶莹的碎片，酒液在地毯上晕开深色的痕迹。陆清言站在一片狼藉中央，手足无措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听说。我看着父母为我精心准备的生日宴毁于一旦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我上前一步，陆清言。话未说完，乔依依已经挡在陆清言面前。阿言，别跟他计较。陆清言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，不懂规矩，你大度一些。我皱起眉，一字一句道：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根本没邀请陆清言来，现在要么陆清言道歉，要么滚。乔依依见我真的动了怒，刚想开口哄我，陆清言却已经低着头冲了出去。陆清言，乔依依心急如焚，顾不上我转身就追，慌乱间她的膝盖撞翻了旁边的装饰架，哗啦一声，本就狼藉的宴会厅更加混乱不堪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一前一后跑出去的背影，心脏疼得几乎窒息。此后几天，我彻底断了和乔依依的联系，手机屏幕不断亮起一条条消息弹出来。阿言，别生气了，我
给你买了礼物，我买了电影票，一起去看好不好？我统统视而不见，直到乔依依终于忍不住找上门来，她站在门口眉头紧锁。阿言，就为这么点小事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哄你也不行，道歉也不行。我合上手中的书，淡淡道：我没让你哄我，也没让你道歉。你要是不耐烦，可以去陪陆清言，我没意见。乔依依瞬间慌了神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才是我男朋友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和陆清言走得近了些，清大的名额也给了他，但我只是觉得他无依无靠，很可怜，又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已。她声音软下来。既然你不喜欢我的恩情，也还得差不多了，以后就不和他来往了，好不好？我抬头看他，刚要自嘲地问他这话他自己信吗？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陆清言。乔依依，有人在我兼职的奶茶店骚扰我。乔依依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说他马上过去。我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，自嘲地笑了笑。出国前夕，我收拾好了所有行李。乔依依突然上门，看到我的行李箱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。都收拾好了，我还打算来帮你，免得你这个小迷糊又丢三落四。明天我们一起去报道吧。我扯了扯唇，他还不知道我根本不会去北城，不仅不去，我还会和他彻底分手。我的学校和清大的报道日期不一样，要晚几天。我淡淡道：你先带陆清言去报道吧。乔依依皱眉：不行，你一个人过去我不放心。陆清言胆子小，从没去过北城。我平静地说：你可以先带他熟悉一下，在周边玩几天。乔依依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度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好，那我先带他逛几天，你来了我去接你。啊了一声，乔依依还想说什么，我却以她明天要赶飞机为由，直接把她赶了出去。门外，乔依依看着紧闭的大门，心里隐隐不安。翌日机场，我拖着行李正准备去国际航站楼，却远远看见乔依依和陆清言在值机柜台前。乔依依正抬头帮陆清言整理衣服，陆清言低头看她，眼里满是依赖。我连忙躲到柱子后。就在这时，乔依依突然皱眉朝我的方向看来。陆清言问：怎么了？我好像看见阿言了。乔依依说着就要往这边走，陆清言连忙拉住她的手臂。顾言不是说过几天才来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看错了吧？我们马上登机了，我没坐过飞机，没你不行的。乔依依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跟着陆清言走向登机口。我从柱子后走出来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，这才拖着行李走向国际航班的柜台。两架飞机同时起飞，一架飞往北城，一架飞往大洋彼岸。就像我和乔依依终究是南辕北辙。飞机降落在异国机场时，我删掉了手机里最后一张与乔依依相关的照片。从此刻开始，我就彻底远离了那个纠缠了10多年的少女，迎接自己新的人生。取完行李，我坐上去往学校的出租车。窗外的街景从陌生逐渐变得清晰。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学院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这里的秋天没有家乡的桂花香，却有种让人想重新开始的清爽。系里的迎新会安排在入学第一天傍晚。我收拾好用品后，换了条简单的 T 恤，坐在会场后排，看着投影幕布上滚动的介绍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笔记本封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姜婉婉教授上台，为新生致辞。掌声中，一个穿着浅米色西装的女人走上台，她身材高挑，外貌明艳，鼻梁上那双眼睛温柔迷人，藏着清亮的神采，格外动人。听到旁边的学生们窃窃私语，我才知道姜教授是中国人，一路跳级硕博连读，如今才23岁的年纪就当上了教授，完全算得上是天才学者。姜婉婉开口时声音清润：欢迎各位来到这里。比起教授这个称呼，我更希望成为你们学术路上的同行者。我的目光顿了顿，不再走神，耐心听了下去。他讲的内容并不刻板，而是分享了几个自己初到异国时的经历，甚至笑着说起曾经的糗事。台下的新生们都笑起来，原本拘谨的气氛松快了不少。致辞结束后是自由交流环节，我正低头整理简历，面前突然落下一道阴影，我抬头撞进姜婉婉含笑的眼眸里。顾言同学，他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新生名单，指尖正停在我的名字上。刚才看了你的作业，你的课题很有新意。我愣了一下，连忙站起身朝他微微鞠躬。姜教授好。不用这么拘谨。姜婉婉同我握了下手，目光落在我作业的研究方向一栏。我最近在做的项目正好涉及你提到的内容，或许我们可以聊聊。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，语气更像是平等的探讨和对一个优秀学生的欣赏。我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，试着说起自己的想法，两人默契的进行交流探讨。站在会场角落聊了近1小时，我说越投入，甚至忘了最初的紧张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猛地回过神时，才发现周围的人都快走光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抱歉，姜教授，我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了？姜婉婉笑着摇摇头。我很高兴新生里有像你这么认真的学生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向会场外的咖啡店。我去买杯咖啡，要一起吗？姜婉婉把一杯拿铁递给我，杯壁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。刚到这里难免陌生，下周有个国际研讨会就在隔壁室，你愿意和我的团队一起去吗？能认识些业内前辈，对你的课题或许有帮助。我握着温热的咖啡杯，看着他脸上真诚的目光，心里某个角落像是被轻轻熨贴了一下。好，谢谢姜教授。我抬起头，嘴角扬起一个浅浅的笑。此刻握着温热的咖啡杯，听着身边人说起研讨会的细节，我感到一阵安静祥和。我突然觉得，或许自己真的可以在异国他乡慢慢好起来，慢慢往前走。我低头抿了口咖啡，甜丝丝的暖意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。加入姜婉婉的研究小组后，我的生活被密密麻麻的实验和书籍填满，实验室成了我最常待的地方。有时抬眼望向窗外，才发现夜色早已黑透了。姜婉婉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，她似乎总有忙不完的课题，常常和我一起待到深夜。某次为了校准一个
数字模型，两人对着电脑屏幕核对数据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百叶窗在图纸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我伸手去够桌角的咖啡杯，手肘却不小心撞到了杯沿，深褐色的液体瞬间倾洒，沿着图纸边缘晕开，将上面精心标注的尺寸线浸成模糊的深痕。糟了！我不顾自己撞破皮的胳膊肘，惊呼一声，慌忙抽纸巾去擦指尖，却把墨迹蹭得更乱。这是我熬了3个通宵才画好的手绘稿，心里一急，连声音都带上了点颤音。别急，一只温暖柔软的手突然按住我的手腕，江婉婉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后，她没去看那张被弄脏的图纸，反而举起我的胳膊，都出血了，我帮你清理。她一脸担忧地抽出药棉帮我清理，还涂上了药。画纸。不等我说完，江婉婉转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一张新的画纸。我昨晚备份了电子版，重新打印1份就好。做完这些事后，她又冷静地抽了张湿巾给我擦手。我愣了愣，抬头时正好撞上她垂眸的目光，她离得很近，发间飘来淡淡的香水味，混着实验室里特有的气息，意外的让人安心。我来吧。说着，江婉婉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笔，俯身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。我们两人的肩膀偶尔碰到一起，她翻找电子版文件时，温热的呼吸轻轻拂过我的耳畔。我握着湿巾的手紧了紧，只觉得耳根有些发烫，心底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挠了一下，泛起细微的暖意。几天后的周末，江婉婉发来消息，市中心美术馆有场中世纪建筑特展，有几幅壁画手稿，或许对你的研究有启发，要一起去吗？我几乎是立刻回了。好。展厅里光线柔和，一幅幅优美的画作在墙上铺展开。我在一幅画前停住脚步，画中尖拱窗上的彩色玻璃被阳光照得透亮，连石缝里的藤蔓都画得栩栩如生。我看得入神，指尖无意识地描摹着画中建筑的弧度。喜欢这幅。江婉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我回头见她手里拿着一本展览手册，正笑着看向我。我猜你会对这些感兴趣，这些壁画和你之前研究的课题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。她居然记得我随口提过的研究细节，我心里一动，惊讶的抬眼，正好撞进她含笑的眼眸里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，我慌忙移开视线，假装去看画框上的说明，耳根却不受控制的红了。以前和乔依依在一起时，她的喜欢总是热烈又张扬，像盛夏的烈日，而江婉婉的温柔却像春日的细雨，无声无息地落在心里。你看这里，江婉婉指着画，这种受力结构和你上次复原的硬线木塔暗层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？我凑近细看，两人头靠得很近，讨论声在安静的展厅里轻轻回荡，偶尔不经意间碰到对方的手臂，我都会像触电般缩回手，却忍不住偷偷抬眼，看他认真讲解时专注的侧脸。走出美术馆时，夕阳正染红天边的云彩。江婉婉转头问我，附近有家不错的咖啡馆，要不要去坐坐？我带了本关于颜料分析的书，你可以看看。我轻轻点了点头，心中渐渐被这个善解人意的温柔女人软化。另一边，飞机落地后，乔依依提着陆清言的行李箱走在前面，身后的男孩张望着。乔依依，你看那栋楼好漂亮。陆清言拽着她的袖子往前跑，指尖不经意擦过她的手腕。乔依依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一时间有些失神。去年秋天带我来参加竞赛时，我也是这样站在银杏树下惊叹，阳光太晒时会主动帮他挡着。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我的对话框还停留在他上飞机前给他发的。阿言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？把开学时间告诉我，我去机场接你。随后他收回思绪，笑着对陆清言说，先去宿舍放东西。乔依依帮他铺床单时，陆清言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。乔依依，你对我真好，要是你可以永远对我这么好就好了。乔依依没接话，只是把叠好的被子往床沿推了推。傍晚逛校园时，陆清言突然凑过来牵起她的手。依依，今晚有迎新篝火晚会，我一个人怕尴尬，我陪你。乔依依笑着安抚她，话出口的瞬间，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，她以为是我，摸出来却只是条天气预报。当晚的迎新晚会上，篝火噼啪作响时，周围热闹非凡。陆清言将烤好的肉喂到乔依依嘴边，接过时不小心咬到她的指腹，男孩像被烫到似的缩回首，耳尖红得厉害。周围有人起哄，他扯了扯嘴角，目光却总往手机屏幕瞟。陆清言不经意问道，顾言还没给你回消息吗？是不是和你闹脾气？乔依依皱眉看向屏幕，不可能，阿言不是轻易闹脾气的人。陆清言低下头，睫毛遮住眼底的光，可能手机没电了吧，你别太担心。整场晚会乔依依都没什么心思，乔依依躲去暗处，靠在走廊窗边给我发消息。到哪了？看到消息回我。睡了吗？对话框里他的消息始终无人回应，他盯着屏幕看了半小时，直到手机自动按下去。也许我真的累了，他的指尖在晚安2个字上旋了旋，终究还是没发出去。第二天清晨，乔依依被手机闹钟吵醒，第一时间抓过手机，依旧没有新消息。第3天没有，第4天没有，1周后还是没有。他再也忍不住去了我报考的学校，就在清大的隔壁。谁曾想他刚去就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。负责登记的老师翻了半天名单，摇了摇头，顾言没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学生没报我们学校。乔依依的心猛地沉下去，志愿是他看着我填的，说好我们还要在一起，我没报这所学校能报哪里？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升起，他当即拨打我的电话，听筒里反复传来机械的女声，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怎么会这样？挂了电话，乔依依的手开始发颤。乔依依，你怎么了？陆清言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2瓶牛奶，他声音发紧，阿言改了志愿电话也打不通。陆清言神色微变，却立马恢复如常，拧开牛奶递给他，指尖有意无意擦过他的手背。你别急，再等等看，要不我陪你去机场问问。乔依依接过牛奶
奶没喝，只是盯着手机屏幕出神。接下来的2天，乔依依几乎手机不离手，询问了所有的朋友我的消息。她在朋友圈发了寻人消息，下面评论刷了几百条，却无一人知道我到底去了哪所学校。陆清言每天都跟着她，替她买饭，在她烦躁时安静地陪在旁边，直到第3天傍晚，乔依依坐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，陆清言说去买水，手机落在了她旁边的石凳上，屏幕突然亮起，弹出条微信消息预览，是陆清言的好朋友发来的。那顾言真没来，你也手段可以啊。下面跟着陆清言昨晚的回复，乔依依的指尖在看到那行字时骤然收紧。呵，顾言那个蠢货永远来不了，乔依依现在眼里只有我。秋风卷着落叶滚过脚边，乔依依拿起手机的手在抖，她点开那个对话框，往上翻了翻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，手机在掌心发烫。乔依依猛地抬头，看见陆清言提着塑料袋跑过来，脸上还带着笑。依依，我买了你爱吃的，先吃点东西吧。乔依依慌乱地将手机藏起来，又挂上熟悉的笑容，接过他手中的面包。她回忆起在手机里看到的聊天记录，心脏哐哐跳动。这件事暂时不能让他知道。她转头看向身旁一脸无害的陆清言，第一次对陆清言有所怀疑。乔依依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2天，手机屏幕亮了又暗，我的号码被她拨了不下100遍，听筒里永远是冰冷的提示音。管家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：小姐查不到顾先生的填报记录，国内航班也没有他近期的购票信息。随后管家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：会不会是换了身份信息？乔依依捏着手机的指节泛白，指腹在我的微信头像上反复摩擦，她睫毛抖了抖，哑声道：接着找。挂了电话，她瘫坐在椅子上，目光落在桌角的课本上，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迎新晚会的喧嚣隔着门板传来，有人在楼下唱着情歌，可这些热闹都像隔着层雾，模糊又遥远。次日清晨，乔依依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陆清言拎着早餐站在门口，眼下有淡淡的青黑。依依，你好几天没去上课了，辅导员都来问了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乔依依没说话，侧身让他进来。陆清言把早餐摆在桌上，转身去给他倒水时，口袋里的旧手机滑了出来，啪的掉在地毯上。那是他转学前用的按键机，屏幕早就裂了道缝，平时总说留着当备用机。乔依依的目光突然被那手机勾住，前几天在图书馆看到的聊天记录像根刺，反复扎着他的神经。他看着陆清言弯腰去捡的动作，心脏没来由的狂跳起来。我帮你拿。他抢在陆清言前面捡起手机，指尖触到机身时一片冰凉。陆清言的声音突然发紧，伸手就要去抢。啊，不用了，这手机早没用了。乔依依下意识后退一步，按亮了屏幕，锁屏密码是陆清言的生日。他输入进去，点开相册的瞬间，乔依依的呼吸猛地顿住，那是一段陆清言的聊天记录。我早就花钱登录了顾言的志愿系统，篡改了他的志愿，他就算来了北城，也上不了大学，也别想和乔依依一个城市了。乔依依他现在对我愧疚的很，我说什么他都信，等我在这边站稳脚跟，顾言那个名字他迟早会忘干净。乔依依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血液好像瞬间冲上头顶，又在下一秒全部退去，手脚冰凉的厉害。他想起我填报志愿那天曾在他身边抱怨，系统怎么总提示登录异常？他想起我那天给他打电话时紧张的声音说，乔依依，我的志愿好像被人改了。他却说，你别胡思乱想，肯定是系统出问题了。他想起我无数次主动把他往陆清言身边推，乔依依你别看了。陆清言扑过来想抢手机，指甲刮过他的手背留下几道红痕。乔依依猛地抬头，眼里的含义让人不寒而栗。他一把推开陆清言，声音是从未有过的冷厉，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把手机屏幕对到他面前，截图上的字迹清晰刺眼。你改了阿言的志愿，你花钱找人破解阿言的账号。陆清言被他推得踉跄着撞到书桌，垂下的头微微发抖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乔依依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乔依依的声音在发抖，他愤怒到了极致。解释你怎么毁了阿言的人生，还是解释你怎么在我面前装了这么久的可怜？我只是太怕失去你了。陆清言扑过来想抱他，被他嫌恶的躲开。顾言什么都有，他有优渥的家境，有你的喜欢，可我只有你啊！我不这么做，你怎么会看到我？他紧紧抱住乔依依的腰，眼眶发红，像是害怕他会离自己而去。乔依依看着他的脸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所以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陆清言，你救过我，我感激你。可这不代表你能伤害阿言。告诉我，你把他的志愿改到哪里去了？只要想到他对陆清言那么好，可陆清言却如此伤害他爱的男孩，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陆清言摇头道：我忘了，我不记得了，当时就随便填的一所大专。大专？乔依依如遭雷击，猛地推开他。你给我滚！陆清言还在辩解。乔依依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乔依依没再看他一眼，抓起外套转身就走。房门被他砰的一声甩上，震得墙壁都在发颤。楼道里的声控灯被锃亮昏黄的光落在他身上，映出他眼底浓重的红血丝。他扶着墙壁站了很久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的铁锈味。他居然为了这样一个歹毒的人，一次次伤害着自己从小到大最爱的人。乔依依把北城所有我可能出现的大专翻了个底朝天，所有招生老师都被他堵得没辙，最后只能硬邦邦地丢下一句：我们这里真的找不到顾言同学的档案。便匆匆关上了办公室的门，手机里存着顾家父母的号码。他犹豫了3天才敢拨通，说明来意。顾母冷淡的声音传来：阿言没在北城，也没在国内，他已经在国外开学了。闻言，乔依依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，指节泛白。伯母，他去了国外哪所学校？求您告诉我。顾母的声音冷了下来。他不想让你知道，乔依依，有些事做错了就回不了头了。
然后电话被挂断，忙音像针一样扎进乔依依的耳朵。他瘫坐在教学楼的台阶上，望着远处银杏树上落下来的叶子，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绝望。他用力抓了抓头发，最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做了一个决定。另一边，陆清言心慌的厉害，他受过乔依依的偏爱，如今面对乔依依的憎恨，瞬间变得恐慌不已。他一次次的去找乔依依，一次次的被他无视。他也得知了我根本没去上大专，而是去了国外留学。这样也好，一个国内一个国外，我和乔依依就再也不可能了。可当他在乔依依的书桌上看到那张飞往国外的机票时，陆清言彻底崩溃了。宿舍楼下，陆清言拦住正要去戏办请假的乔依依。乔依依，你真的要去找顾言？那我怎么办？乔依依打断陆清言，语气冷淡的像在说一个陌生人。我们从来就没任何关系。陆清言脸色煞白，突然捂着胸口晃了晃，眼睛一闭就往地上捅。若是从前，乔依依一定会第一时间冲过去扶住他，紧张的叫他的名字。可现在他只是皱着眉后退半步，看着陆清言咚的摔在地上，甚至没去扶一把。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声音里没了半分温度。陆清言，别装了，你那点把戏我看够了。陆清言趴在地上，他没想到乔依依会变得如此绝情，心脏像是被生生弯曲一块，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他不甘心，陆清言冲他喊，声音尖利：“顾言都不要你了，你还缠着他做什么？”听到这些话，乔依依被激得眼睛通红，狰狞的看着陆清言：“你再说一句试试。”陆清言红着眼看向乔依依：“我说怎么了？乔依依，你比我清楚，早在你把清大的情侣名额给我的时候，就注定你会永远失去顾言。”一声清脆的巴掌声打断了他的话。陆清言被打得偏过头，脸颊火辣辣的疼，他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人。乔依依的手还扬在半空，眼里的怒火几乎要将他焚烧殆尽。乔依依的声音嘶哑，带着怒意：“陆清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评价我和阿言之间的感情？”陆清言被他眼中的狠厉吓住了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把他带走，看好了，别让他乱跑。乔依依没再看陆清言一眼，对跟来的保镖冷冷吩咐。保镖应声上前架起瘫软在地的陆清言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哭喊着挣扎：“乔依依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为了你啊，乔依依！”声音越来越远，最终消失在走廊尽头。乔依依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看向我的照片，眼里的怒火褪去，只剩下疲惫和悔恨。他拿出手机给清大的辅导员发了条消息：“我和陆清言需外出参加学术研学项目，为期不定，麻烦报备。”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。乔依依望着紧闭的房门，眼神坚定：“阿言，对不起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。”暴雨倾盆而下，我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模型叹了口气。我在实验室加班，忘了看时间，再抬头，豆大的雨点已经砸在玻璃上，噼啪作响。我收拾好东西，走到实验室门口，望着瓢泼大雨犯了愁。早上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，谁能想到会突然变天？我连伞都没带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冒雨冲去地铁站，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我回头看见江婉婉撑着一把黑色的大伞站在走廊尽头，裤脚沾满了泥水。我有些惊讶，江教授，你不是早就走了吗？因为下午5点多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他背着电脑包离开实验室。江婉婉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镜片后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文件夹上，笑了笑。刚走出校门就看到下雨了，知道你肯定没带伞就回来了。他往前递了递伞，我住的地方离你宿舍近，送你回去。我看着他被雨水打湿的发梢，心里涌上一股暖流，点了点头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我们两人并肩走进雨幕，伞很大，但雨势太急，为了不被淋湿，距离难免近了些。我能感觉到他的肩膀偶尔会碰到自己，隔着薄薄的衣料传来温热的触感。我微微侧过头，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声，和着雨声竟有种奇异的安宁，心跳莫名快了半拍。我连忙移开视线，假装看路边被雨水冲刷的灌木丛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混合着雨后清新的空气，让人觉得格外安心。走到街角的花店时，江婉婉突然停住脚步，等我一下。他说着把伞往我这边倾斜了些，转身跑进了旁边的花店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暖黄色的灯光里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小束白玫瑰，花瓣上还带着晶莹的水珠。给你。他把花递到我面前，笑容温和。庆祝你上周发表的论文被收录。我看你上次在图书馆翻那本期刊时，眼神亮得像星星。我接过花束，指尖不小心碰到它，手像触电般缩了缩，白玫瑰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我看着他眼底真诚的笑意，脸颊微微发烫。谢谢你，我都快忘了这回事了。江婉婉看着我，目光柔软。这么重要的事不该忘。随即又夸了我一句，你的研究很有价值。两人继续往前走，伞下的沉默不再尴尬，反而多了几分微妙的甜意。而此时宿舍楼下的另一角，乔依依正站在雨里，浑身早已湿透。她拿着打印出来的校园地图，在雨里转了整整2个小时，才找到我住的宿舍楼。雨水顺着她冷艳的脸颊往下淌，衬衫紧紧贴在身上。她望着男生宿舍的大门，眼底满是红血丝，既有找到人的急切，又有即将见到我的忐忑。就在这时，她看到了那把黑色大伞。江婉婉撑着伞和我走到楼道口，我手里还捧着一束花。那一幕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乔依依的心上。她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疼得她几乎麻木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手被青筋暴起。雨水模糊了视线，可她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望着江婉婉的眼神里有她从未见过的柔软和依赖。呼吸骤然粗重，乔依依再也忍不住，猛地从阴影里冲了出去，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声阿言。突如其来的喊声让我浑身一僵，手里的白玫瑰差点脱手。我猛地回头，只看到乔依依站在雨里，浑身湿透，头发狼狈地贴在额前，眼眶红得吓人。她怎么这么快就找过来了？一种恐惧和厌恶交织的情感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就想要离开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乔依依已经冲上前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失控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把我捏碎。阿言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陆清言改了你的志愿，为什么要一言不发的出国？你知道我在国内找你找
小疯了吗？他的声音嘶哑，带着浓浓的鼻音和质问。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落，砸在我的手背上，我被他抓得生疼。乔依依，你疯了吗？放手！乔依依像是疯了一样，眼神死死锁着我。我不放，你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他？他猛地指向旁边的江婉婉，语气里的嫉妒几乎要溢出来。是不是因为他，你就忘了我们10几年青梅竹马的感情？江婉婉的声音平静地插进来。放开他！他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侧，不动声色地将我护在身后。他看着乔依依，眼神冷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我是他的教授，和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再者，就算是他，也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。你这样强行拉扯已经构成骚扰，需要我现在联系校警吗？乔依依转头瞪着他，眼底布满红血丝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声音清晰而决绝。我和你也没关系。随后我用力挣开乔依依的手，肩膀被抓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。乔依依，从你把陆清言带在身边开始，我和你就没关系了，我们分手了。乔依依愣住了，像是没听懂我的话，僵在原地。雨水顺着她苍白的脸颊往下淌，她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。不是的，我从来没同意过分手。阿言，我爱的始终是你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把陆清言赶走，我补偿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看着她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完了，乔依依，从你一次次偏袒陆清言开始，我就不爱你了。我的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插进乔依依的心脏，她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空洞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我转过头避开她的目光，对江婉婉轻声说：“江教授，我们走吧。”闻言，江婉婉点了点头。经过乔依依身边时，我没有再看她一眼，脚步坚定进了楼道，远离了雨幕和乔依依的视线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肩膀微微垮下来。我看向江婉婉，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江教授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”江婉婉看着我的表情，脸上露出温柔的笑意，语气却带着点玩笑的轻松。保护学生是老师的责任。她的目光落在我泛红的胳膊上，眉头微蹙。他没弄伤你吧？我摇摇头，没事。江婉婉没有多问，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。上去吧，好好休息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点点头，抱着那束白玫瑰转身往楼梯走。走到拐角处，我不自觉回头，却看到江婉婉还站在原地，像是在确认我安全上楼。我心里某个角落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填满了。我终于没有再看她转身进了房间，直到房门轻轻带上，江婉婉柔和的目光才松懈下来。她垂眸看着楼下那个难缠的身影，皱了皱眉。也许是那天我的话刺激了乔依依，她开始为曾经的过错对我进行弥补。可乔依依的弥补就像一场冗长的独角戏，除了她自己在意外，无人理会。她托人从国内寄来我小时候最爱的那家老字号糖糕，包装上没留名字，却被快递员原封不动的退回来，理由是收件人拒收。他去查了我的课表，在我选修的艺术史课上占了旁边的位置，整整2节课，我的目光没往他这边偏过一次，笔记记得密密麻麻，仿佛他只是空气。最狠的是那个雨天，他撑着伞在实验室楼下等了3个小时，雨停了，右下裤脚沾满泥，透过玻璃窗能看到我和江婉婉正凑在一起看图纸。我指着某个细节笑，江婉婉侧耳听着指尖在图纸上轻轻点了点，两人亲密默契的模样像一根细针，扎得乔依眼睛发酸。曾几何时，他和我也是那样无话不说，每天黏在一起，是彼此最亲密的伴侣。乔依始终在实验室外等着，直到天黑我才出来，却径直走向实验室侧门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日子一天天过，乔依亲大也不回了，整天像个游魂在我的大学里打转，希望能靠近我和我说说话。而每天最刺心的画面，就是我和江婉婉并肩走在林荫道上，讨论课题时头靠得很近，或者在食堂分食一份甜点，江婉婉自然地把我不爱吃的东西挑出来，那些曾经专属于她的细节，如今全成了别人的。那天我没来上课，也没去实验室，乔依的心猛地揪紧，我从来不会这样无故旷课，她害怕我出了什么事，她找管家查到了我在国外的新号码，迫不及待拨了过去，却响了很久才被接起。听筒传来江婉婉的声音，平静无波。问哪位？乔依的理智瞬间崩了。阿言呢？她对着听筒低吼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你把他怎么了？江婉婉的语气依旧平淡。这跟你没关系。那边甚至能听到背景里隐约的水流声。什么叫跟我没关系？嘟嘟的忙音像重锤砸在乔依心上。她攥着手机在教学楼外转圈，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。直到傍晚，才在我宿舍楼下看到江婉婉的车。而此时江婉婉正在公寓里照顾我。我发着高烧，脸颊烧得通红，意识模糊中还在念着课题数据。江婉婉拧了冷毛巾敷在我额头上，动作轻得像怕碰醒我。每隔半小时换一次毛巾，喂我喝温水时，我迷迷糊糊的张嘴，看着我烧得干裂的嘴唇。江婉婉心疼的不行，又冲了杯蜂蜜水，一点点喂进去。凌晨时，我的烧终于退了些。江婉婉守在床边，不知不觉趴在床沿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没拧干的毛巾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时，晨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她身上，她姿势看起来很不舒服，却睡得很沉，眼下有淡淡的青黑，显然守了我一夜。我看着她疲惫的侧脸良久，心脏砰砰直跳，涌上一股暖流，轻轻拿起毯子盖在她身上。下楼时，江婉婉开车送我去学校，她手里提着保温桶。里面是白粥，你胃不好先垫点。车刚停在教学楼门口，就撞见了站在不远处的乔依。乔依看着江婉婉替我理了理的围巾，看着她把保温桶递给我，看着我低头对她笑，那笑容里带着病后的虚弱，却有她从未见过的依赖。那一刻，嫉妒像毒藤缠住心脏，悔恨更是潮水般将她淹没。她曾经也有无数次机会这样照顾我，却被她亲手推开了。乔依捂住胸口，疼得几乎喘不过气。原来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的烧终于退了，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但是我害怕耽误实验进程，还是重新回到了实验室。我的脸色还带着病后的苍白，正坐在实验室整理数据。乔依
的身影就堵在了门口，他眼底布满红血丝，显然是熬了好几个通宵，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。阿言，我们谈谈吧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怕黑，你每晚都爬窗来我房间讲故事。你高中低血糖，我书包里永远背着巧克力。你说想考清大，我就拼了命考第一，只想跟你在同一个校园。我抬眸看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把给我的伞借给了陆清言，把给我准备的早餐塞进了他课桌，把清大的名额让给了他，甚至在我和他同时受伤时，你第一时间冲过去找的人是他。我的声音平静无波，却字字像针，扎得乔依依心口发疼。我知道错了。他哽咽着往前迈了一步，似乎想要抱抱我。我知道陆清言改了你的志愿，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，让他再也做不了坏事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回到过去好不好？我轻轻合上文件夹。回不去了，乔依依，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，粘不起来的。乔依依红着眼抓住我的手腕。你为什么这么绝情？就因为江婉婉吗？放开他！江婉婉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语气冷得像冰。乔依依，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的学生。乔依依被他眼中的警告震慑，却仍不甘心地望着我。江婉婉直接上前掰开他的手，将我护在身后。需要我叫保安吗？乔依依看着两人并肩而立的身影，虽然很不甘心，但还是为了我狼狈地转身离开。江婉婉低头看向我，还好吗？要不要先回去休息？我点点头，靠在他的肩膀上。连日的疲惫和刚经历的争执让我有些脱力，可就在这时，江婉婉的手机推送了一条国内新闻。她看过后神情犀利，将手机递给了我。国内的舆论突然炸开了锅，陆清言被关前发的造谣帖被有心人顶上热搜，不明真相的网友跟风谩骂，说我高考成绩造假，国外留学是占了别人的名额，连带着我的学术成果都被质疑是靠江婉婉上位。网友也在网络上纷纷谩骂，呵呵，难怪能进这么好的学校，原来是靠关系上去的，真给中国留学生丢脸，学术圈也这么脏，这种靠女人上位的人就该被退学。看着不堪入目的评价，我反倒很平静。可江婉婉谋色阴鸷，发誓要让造谣者付出代价。江婉婉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团队，公开声明：顾言的才华有目共睹，所谓靠关系纯属无稽之谈，本人将对造谣者追究法律责任。我也没含糊，直接在社交平台甩出陆清言篡改志愿的截图与校外人员的交易记录，还有陆清言朋友圈那些刻意模仿我挑衅我的动态截图。我在国内本可以就读清大大学，是陆清言窃取我的密码，将我的志愿改成大专，我才迫不得已选择出国深造。随后我放出自己的论文证明自己，证据确凿，舆论瞬间反转，网友纷纷向我道歉，转而唾骂陆清言阴暗猖鬼。原来这个陆清言才不是好人，听说陆清言是贫困生，顾言还帮助过他，没想到好心没好报，这种人真是猖鬼，支持造谣入刑。乔依依在国外看到新闻时，正坐在车里盯着我宿舍的窗户，看到陆清言死到临头还在作妖，他怒火中烧，一拳砸在方向盘上。可看到江婉婉有条不紊地帮我处理危机，看到我在江婉婉身边时那份从容安定，他心里的嫉妒和悔恨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他眼底翻涌着偏执的怒火，突然对司机说：回国，既然陆清言不肯老实，那我就回去让他知道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乔依依回国的时候天在下雨，北城的雨和国外的不一样，带着深秋的湿冷，砸在乔家庄园的落地窗上。乔依依推开主卧门时，一股浓烈的酒气混杂着摔碎的香水味扑面而来，昂贵的水晶灯被砸得只剩底座，丝绒地毯上泼满了红酒，墙上挂着的油画被划得面目全非，这些全是陆清言被关起来后的杰作。他蜷缩在墙角，头发凌乱地粘在脸上，看到乔依依进来，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又燃起怨毒的火光。乔依依，你终于肯回来了，是不是顾言又把你甩了，所以你才会回到我身边？闭嘴！乔依依的声音比窗外的雨还冷，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手机，屏幕上还停留在陆清言发的微博截图，配图是我和江婉婉的合照，文案写得不堪入目，底下已经聚满了不明真相的谩骂。是你做的？他不是疑问是陈述。只见因为用力捏的手机咯吱作响，陆清言被他眼神里的狠力吓得一缩，却还是嘴硬。是又怎么样？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凭什么不能让他不好过？他的这番话让乔依依几乎失去理智。乔依依没再说话，直接让保镖拽着他往地下室拖。陆清言尖叫着挣扎，却被粗暴地拖进那间阴冷潮湿的屋子。哗啦一桶冰水兜头浇下，陆清言瞬间像被冻住的鱼，浑身剧烈颤抖，牙齿打颤的说不出话。冰冷的水顺着发丝流进衣领，冻得他骨头缝都在痛。乔依依蹲在他面前，眼神像淬了毒的刀。清醒了吗？随后他神色阴鸷，上下打量着陆清言。你这双手是不是只会干这些龌龊的事？保镖上前攥住他的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。先是偷改阿言的志愿，毁了他的前程，现在又造谣生事，想毁了他的名声。陆清言，你怎么敢的？感受到他的愤怒后，陆清言终于怕了，他不敢抬头直视他的眼睛，眼泪混着冰水往下淌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乔依依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放过你？乔依依笑了，笑声里却没有半分温度。那当初谁又放过阿言了？他站起身，对守在门口的保镖冷冷下令，把他的手砸断。看到他真的打算动手，陆清言惊恐的吼叫，拼命往后缩。乔依依，求求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不要伤害我啊！保镖面无表情的上前，一人按住他的肩膀，一人抓起旁边的铁棍，咔嚓两声清晰的骨裂声在地下室响起，伴随着陆清言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他的两只手腕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冰冷
冷的地面，乔依依站在原地，看着陆清言在地上翻滚哀嚎，眼底却没有丝毫波澜。一想到就是这双手敲下了篡改志愿的按键，敲下了那些污蔑我的文字，一想到他因为这个人亲手推开了我，他心里的怒火就烧得更旺。还不够，继续打！保镖们面面相觑，却还是遵从命令，扬起了手里的棍子。沉闷的击打声和陆清言的哭嚎声混在一起，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，直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像只破败的布偶瘫在地上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。乔依依转身离开，没再看一眼，身后是陆清言凄惨的叫声和保镖用力的拳打脚踢。他径直驱车去了清大，将陆清言篡改志愿的证据、与校外人员的交易记录，还有他造谣的截图一并甩在了校长办公室的桌上。我要求让陆清言退学，并且公开他的所有恶行。他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。如果学校不处理，我会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所有媒体的头版上。校长看着那些铁证，又看了看乔依依眼底的寒意，最终点了点头。走出校门时，雨还在下，乔依依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，心里却没有半分报复后的快乐，只有无边无际的空洞。他毁了陆清言，却还是换不回我，就像这北城的雨，再冷再大也浇不灭他心里的悔恨，更暖不回那个被他伤透了的心。网络上的风浪渐渐平息，关于我的恶意评论被澄清铁淹没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我学术能力的认可与赞叹。可那场铺天盖地的谩骂像一层薄冰，敷在心头，迟迟不化。我坐在实验室里，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文献发呆，指尖无意识地划过键盘，连江婉婉走进来都没察觉。在想什么？他将一杯热可可放在我手边，卑鄙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。我抬头勉强笑了笑，没什么。江婉婉却看穿了我眼底的疲惫，没再多问，只是转身出去打了个电话。等他回来时，手里拿着杯温水。我给你请了1周假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就这样，我连目的地都不知道，就跟着江婉婉走了。飞机降落在瑞士时，雪山的轮廓在阳光下泛着银白。我站在湖边，看着远处的雪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里，连日来的压抑仿佛被寒风卷走了大半。江婉婉语气自然，我父母在这边定居，说想请你吃顿饭。江家的别墅藏在山坡上，院子里种着大片的薰衣草。江母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不放，眉眼间满是欢喜。早就听婉婉提起你，这孩子从来没带男孩回过家，整天就知道泡在实验室。江府笑着递过一杯热红茶。他呀，学习上一路跳级，都说他是天才学者，才23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，可感情上就是个榆木疙瘩。听到父母的调侃，江婉婉这个一向沉稳的女人难得的红了耳根。我看到后忍不住弯了弯嘴角。江婉婉的父母做了许多中餐招待我，餐桌上江母不停给我夹菜，絮絮叨叨地说着江婉婉小时候的糗事。江父则和我聊起古建筑保护的现状，气氛温暖的让人心头发软。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松弛和温暖，没有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没有暗藏的算计，只有纯粹的善意与接纳。傍晚，江婉婉说要餐后散步，带着我走在山坡上看星星。夜幕低垂，星星像碎钻般坠满天空，银河清晰的仿佛伸手就能摸到。山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吹起我的发梢。江婉婉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我。不言，她眼底的星光比天上的更亮。这段时间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珍贵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。我不想只是你的老师，不想只做你的学术上的伙伴。她顿了片刻，而这个停顿让我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我想成为能陪你一辈子的人，想每天醒来看见你，想陪你完成所有的研究，想和你一起看遍世界的风景。我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。我想起实验室里他默默递来的诗经，想起雨夜里他撑着伞的身影，想起画展上他含笑的眼眸，想起他照顾生病的自己时眼底的心疼。那些江婉婉过往的温柔都像溪流一般，不知不觉间汇聚成河，淌过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我抬起头撞进他盛满星光的眼眸里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好。江婉婉愣了一下，随即狂喜漫上眼底。她小心翼翼靠在我怀中。谢谢你，阿言。我们紧紧相拥着，好像想将没有陪伴彼此的时间都在此刻重新补回来。山间的风拂过，带着薰衣草的香气，星空在头顶静静流淌。我将她搂在怀里，感受着她平稳跳动的脉搏。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烈日般的炽热，而是像这山间的星光，温柔坚定，能照亮往后漫长的岁月。4年后，我完成了学业，迎来了我的毕业典礼。毕业典礼的那天天气格外好，阳光透过礼堂的玻璃，在红地毯上投下斑斓的光斑。我穿着毕业学士服，手里握着毕业证书，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站在发言台上，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下，最后落在江婉婉身上。我要特别感谢江婉婉教授，不仅感谢她在学术上的指引，更感谢她让我明白，好的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牺牲或依附，而是像建筑结构般互相契合，彼此成就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江婉婉坐在第一排，一身正装，优雅知性。她摊开的掌心里静静躺着一枚银质戒指，戒面被精心雕成星系的图案，灵感正来自我们第一次在迎新会上讨论的课题。这枚戒指是她熬了3个通宵亲手打磨的成品，想要送给我做毕业礼物。我走下台时，她起身迎上去，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证书，无需多言，一个眼神便足以传递所有心意。人群中，乔依依的身影显得有些突兀。作为国内顶尖建筑事务所的合作方代表，她受邀出席这场典礼，却全程像个局外人。她看着我与江婉婉并肩站在聚光灯下，接受校长的表彰，看着我笑起来时眼角的弧度和记忆里那个肆意自由的少年渐渐重合。又清晰的玻璃，我真的长大了，也真的不属于他了。毕业典礼结束后，学生们陆续散去，乔依依拦住了正要离开的我和江婉婉。她穿着笔挺的西装裙，妆容精致，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。她声音平静地开口：阿言，祝你幸福。我看着她，眼中没有怨恨，只有一丝客套和疏离。谢谢，也祝你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乔依依点点头，目光掠过我，落在江婉婉身上。那个女人始终站在我身侧，姿态是不动声色的守护，眼神里的真实藏不住。她忽然笑了笑，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极轻的响动。乔依依下意识回头，却看到江婉婉微微垫脚，
在我脸颊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。阳光落在两人交握的手上，江婉婉顺势将那枚银戒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，尺寸刚刚好，是为我量身打造。我低头看她眼里的笑意浸满了甜蜜，我把江婉婉揽入怀中，眷恋着依赖她。那一刻，乔依依像被定在原地，我们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乔依依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，而是像普通的学生情侣一样幸福而不顾旁人的离开了。而乔依依独自僵在远处，心如刀绞，心脏某个早已结痂的地方像是被重新撕开，却不再是尖锐的疼，而是一种空落落的钝痛。她终于清晰地意识到，我不是在赌气，不是在等待，我是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那份幸福里从头到尾都没有她的位置。她站在原地，看着我们相携离去的背影，看着我亲密地揽着江婉婉的腰肢，看着两人低声说着什么。我笑着拍了她一下，亲密又自然，直到那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乔依依才缓缓抬起手捂住了脸。温热的液体从指缝滑落，砸在走廊的地板上，印出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她终于愿意承认，这场从幼时开始持续了10多年的执念是时候该结束了。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，悠长而肃穆，像是在为一段青春画上句点，也像是在为一个迟到的放手奏响最后的尾音。乔依依终于决定放手了，她见证了我的幸福后回国了。北城的冬天似乎比柏林都要冷，乔依依把自己关在空置的别墅里整日买醉，已经喝了3天3夜。客厅的地板上堆满了空酒瓶，她瘫在沙发上，衣服皱得像团废纸，眼下一片黑青。窗外的夜景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在她布满红血丝的眼底投下破碎的光影。没用的东西。乔父摔门进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副景象，气得发抖。当初劝你别被那个陆清言迷了心窍，你偏不听。现在顾言走了，你又在这里作践自己，后悔有什么用？乔母红着眼眶抹泪。那孩子从小就跟你亲，是你自己把人甩了。乔依依把脸埋进臂弯，喉咙里痛苦的阵阵呜咽。是啊，是他自己弄丢的我，可心脏像是被弯曲了一块，只有酒精才能麻痹那钻心的疼，只有没日没夜的灌醉自己，才不会想起我彻底离开他的这件事。父母走后，别墅里又恢复了死寂，直到后半夜，一道鬼祟的身影撬开了后门的锁，是陆清言。他瘦得脱了形，手腕似乎骨折了，打好支架吊在胸前，脸上布满了青紫的伤痕。被乔依依打断手脚后，他就被扔在了精神病院。可网络暴力让那些谩骂和指点铺天盖地涌向他，逼得他逃了出来。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把生锈的水果刀，那是他从垃圾桶里捡来的。客厅里弥漫着浓重的酒气，乔依依趴在茶几上，嘴里含糊地念着什么。陆清言凑近了才听清，他在说：“阿言，别走，对不起。”他抬起头，醉眼朦胧地看着陆清言，突然笑了，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。阿言，你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他跌跌撞撞地扑过来想抱住他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阿言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给你。”陆清言被他抱得很紧，听着他一声声深情地喊着阿言，感受着他怀里的温度全是为另一个人而滚烫，那些被压抑的怨恨和嫉妒瞬间炸开。我不是顾言，他尖叫着推开他，手里的刀狠狠刺进他的胸口。乔依依，你看看我，我是陆清言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凭什么心里只有他？乔依依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低头看着胸口的刀，鲜血汩汩地涌出来，染红了她的白裙子。她似乎没感觉到疼，只是茫然地看着陆清言，嘴唇翕动着，还是那句阿言。陆清言彻底疯了，他拔出刀又狠狠刺了下去。你去死吧，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。鲜血溅了他一脸，他却笑着点燃了沙发上的酒精棉，火苗腾地窜起来，迅速蔓延到窗帘地毯。乔依依，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陆清言坐在火堆旁疯狂地大笑，这样你就只能看着我了。火焰吞噬着整栋别墅，浓烟滚滚。乔依依躺在地上，意识渐渐模糊，视线里仿佛又出现了我的脸。我站在樱花树下，笑着朝他伸出手，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从前。阿言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轻轻喊出这个名字，嘴角带着解脱的笑意，彻底没了呼吸。消防车和警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时，别墅已经成了一片火海。陆清言被警察从废墟里拖出来，浑身焦黑，嘴里还在疯疯癫癫地喊着：“他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顾言，我终于赢了，我终于赢了。”陆清言被戴上手铐带走，坐上了警车后，眼神空洞地望着火光冲天的别墅，仿佛那里燃烧的不是建筑，而是他扭曲而绝望的一生。而身受重伤的乔依依被抬出来时，已经浑身是血。医护人员帮他做了心肺复苏后，发现他尚存一丝呼吸，紧急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。这场始于执念终于毁灭的闹剧，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画上了句点。我接到母亲电话时，正在和江婉婉核对新展的展品清单，听筒里母亲的声音带着愤懑和遗憾，说陆清言终于被关进监狱里，而乔依依死了，被陆清言捅伤后在一场火灾里走的。我握着笔的手顿住，笔尖在标签纸上印出一小团墨字。窗外的阳光明明很暖，却觉得有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。那个从周岁起就缠着我的少女，那个曾让我爱过恨过最终放下的人，就这样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彻底退出了我的生命。江婉婉察觉到我的失神，轻轻附上我的手背。要回去看看吗？我沉默了很久，点了点头。回去看看就当去告个别吧。乔家别墅的废墟还围着警戒线，乔父一夜白头，乔母坐在灵堂前，见了我只是流泪说不出话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乔依依在医院抢救了7天7夜，最后还是没撑过来。”追悼会上，乔母头发白了许多，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落下，一个劲的念叨：“依依临走前嘴里一直念着你的名字。”我站在灵前，看着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那还是她17岁的样子，穿着白裙子，笑得肆意。江婉婉陪我回
回来，不知道该安慰我些什么，就静静陪着我。我和江婉婉一人拿了一束白菊，放在乔依依的遗像前，没有撕心裂肺的痛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悼念结束，我对乔父乔母鞠了一躬，轻声说：“保重。”这场追悼会结束后，我和乔依依就在无瓜葛了。回到柏林后，江婉婉没多问，只是陪我去了常去的海边散心。她从身后轻轻抱住我：“都过去了。”闻言，我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都过去了。”日子渐渐回到正轨，在江婉婉的支持下，我参加的建筑修复项目获得国际大奖，我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行业期刊上。两家人时常在周末聚餐，江母教我做瑞士的点心，父亲和江父聊得最多，从家族企业聊到茶艺和养生。3年后的春天，我们在塞纳河畔的一座小教堂举行婚礼，没有奢华的排场，只有最亲近的亲朋好友们。我和江婉婉站在礼台上交换戒指时，一位陌生的律师送来一个礼盒，说是乔依依生前嘱托，务必在我婚礼当天送达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躺着一张银行卡，复言颤颤巍巍写着几个字：礼金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条领带，是我18岁生日时，乔依依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。当时我嫌颜色太花，只戴了一次。领带下压着一张纸条，是乔依依潦草的字迹：祝我的男孩永远活在阳光下。我拿起领带看了一眼，布料已经有些脆了，却还带着淡淡的阳光味道。我把盒子递给江婉婉，语气平静：帮我收起来吧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江婉婉接过盒子，放进旁边的储物架，然后牵起我的手，指尖的温度温暖而坚定。神父宣布礼成时，教堂的钟声敲响，阳光透过彩绘玻璃，在我们交握的手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我抬头看向江婉婉，她眼里的笑意像盛满了星光。我们两人相视而笑，并肩走出教堂。门外的风带着花香，远处的塞纳河波光粼粼，像是在为我们铺开一条漫长而明亮的路。那些关于过去的爱恨嗔痴，终究被岁月温柔的抚平，而属于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